芽的土豆能不能吃，要根据情况而定。土豆中含有龙葵素，它是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在新鲜的土豆中呢含量是很低的，达不到中毒的剂量，不会对人体呢产生危害。但是当土豆发芽的时候，龙葵素的含量会大大的增加，此时食用会增加中毒的风险，原则上不能吃发芽的土豆。对于刚刚发芽的土豆，如果发芽的个数很少，并且芽很小，将芽和这个芽附近的土豆完全的切除，剩余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可以吃的。烹调前最好在水中浸泡，充分的烹调。烹调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加些醋，能够更好的去除龙葵素，避免引起食物中毒。龙葵素中毒前期呢，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咽喉瘙痒，接着呢，有的患者就会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重者呢会出现头痛、头晕、意识障碍、呼吸困难等症状。当不慎食用了发芽土豆以后，一旦出现了上述不适的症状，应该及时前往医院的急诊科就诊，以防止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牛奶喝了。怎么天天喝牛奶呀？喝牛奶有益健康。啊？每天喝牛奶有利于健康吗？有。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一般成人每天的饮奶量是300克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确实有利于健康。牛奶的营养成分齐全，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不仅可以供应人体的能量，还是细胞组织的重要成分之一，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之一。每100克牛奶中约含有3克的蛋白质，它的消化率高达97%至98%，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调节人体物质代谢和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必不可少的成分。而牛奶中含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种类非常的多，包括有维生素 A、B、C、D、E， 微量元素的钾、钠、磷、镁。牛奶可以说是含有维生素矿物质非常丰富的食物。值得注意的是，牛奶是很好的补钙的食物，100克牛奶中含钙量约是104毫克，而且牛奶中的乳糖、蛋白质能够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每日补充适量的牛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发育，还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助于减少骨质的流失。当然，牛奶并不是适合每个人，以下人群在饮用牛奶的时候需要注意。第一，对牛奶过敏的人群要避免饮用。这类人群呢，主要是对牛奶中的蛋白质过敏，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统误将牛奶中的蛋白质当成敌人所致，主要表现为呕吐、腹泻、皮肤红肿，甚至哮喘等胃肠道、皮肤、呼吸道的症状，所以要避免的饮用牛奶。第二，体重超标、血脂高以及需要控制脂肪摄入量的人群，最好选用低脂或者是脱脂奶，因为低脂奶和脱脂奶的脂肪含量比全脂奶要低，摄入过多的脂肪容易导致肥胖者体重升高，高脂血症者血脂更高。三，乳糖不耐受者，乳糖呢存在于动物乳汁中，人体摄入含有乳糖的乳制品后，乳糖呢会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葡萄糖或者是半乳糖才能够被吸收。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体内缺乏乳糖酶，无法分解乳糖，就会在喝完牛奶后的半个小时至2个小时之内出现腹痛、腹胀、腹泻、排气或者是呕吐这些不适的症状。我们可以选购把乳糖分解掉的舒化奶，也可以改喝酸奶。每天喝牛奶确实有利于健康，但对于牛奶过敏人群应当避免饮用。肥胖、血脂高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好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奶。假的。那朋友圈中玉米须能降血糖这样的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因为有文献指出，玉米须水的提取物中包含水溶性多糖类、无机盐类、氨基酸、
皂苷等，其功能主要是降血糖、降血脂。另一篇对玉米须提取物的药理作用，文献中指出，玉米须水煎剂可明显降低饲养嘧啶糖尿病小鼠血糖，其30克的降糖作用与100毫克的降糖灵作用相似。但是，玉米须提取物中活性物质复杂，各成分对其功效的贡献率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还有待研究。且若将玉米须提取物作为添加剂应用于食品，则还需要健全与完善相关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所以，作为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已经发生高血糖的患者，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按规范的医学营养治疗的要求，按时吃饭，按量吃饭，按时监测血糖。如果血糖有问题，还应该去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把您的血糖调节到比较稳定。